大家好，大家吉祥。我说大家吉祥，你心里也想，我收到了啊。大家吉祥，大家健康。那你的意念就是我收到了啊，这样才好啊。有时候就是借人吉言啊，就能够消灾灭难啊。尤其是我们信佛的人呐，天天用最慈悲的心去思考，去关照大家，让大家吉祥健康啊，随心如意。所以借一句吉言，有可能我们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那些护佑啊，有可能会改变命运。台湾地区，大家对于佛法这个名词，我估计已经都非常熟悉了，不需要我解释什么啊。但是佛法的智慧啊，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啊，能够尤其是面对那些尤其是痛苦的事情啊，甚至是贪欲的事情啊，这种教化，我相信大家只要打开电视机就能收听得到啊。那诸位住山长老啊，诸位这高僧大德啊，他们都是很智慧又慈悲啊。如果想学的话，只要打开电视机就很方便的学到听到。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东西，那就是佛法的应用之道。在佛法的应用之道上，我面对的不是最终的解脱，我是研究的是生活里的那些小障碍啊，怎样把它渡过去。我所传播的这个方法呀，在台湾地区也传了有那么几年了啊，断断续续的从开始哈。那我带给大家的那种体会，其实就是健康，还有快乐啊。我还在研究，其实人的很多疾病造成的原因，有几种。第一个就是不平衡，不平衡有若干种啊。一个是按照中国的理论，就是阴阳不平衡。就是你的身体就是里面是不协调的，你的五脏器官是不协调，还有呢，你的左右身体不协调，造成了左右身体不协调很简单，比如说过多的使用右侧，疲劳之后，很疲劳很累之后，尤其是再有那个风吹进来，没有把这个风给拔出来。长久之后，那么那个关节、那个穴位的骨头就会变成增生。大家听得懂增生吗？增生就是就像股票一样，它的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股票涨点价钱还觉得是能得到一点希望哈，但是骨头不断的增长，真的不是好事情。所以当你的右肩膀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你的右肩就不会再能干活了，就动不了了。你的膝关节在不断的变大的时候，你的腿无法走路了。长久之后，那个里面的骨头就像某种岩石一样，全部长死，就动不了了。对，像我们内在的阴阳不平衡，通过一个是造成的原因就是情绪造成的，尤其是经常失恋的、失业的失职的失业的人失恋的人，失职的妻子，失职的丈夫，失职的儿女，都可能会容易这种不平衡的疾病，就由情绪造成。尤其是情绪真的大起大落，好像让你痛不欲生的这样的情绪，一定你的身体之中产生了一种让你可能阻止你的生命再往前延续下去的这样一种负面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说是精神体，但是一旦中了之后，就是慢慢就是由精神的状态化为气，气化为实质。
实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一股气，哎，生完气消消气就好了，这个还好。有一些气是叫做伤害。有些人严重的，比如失职一次、失恋一次、失业一次，或者是你，比如说你积攒了20年的钱，一笔生意全部赔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通常他就处于了一种死亡的边缘，就形同于死了一样。那么这种精神的打击，其实是伤害到了脑神经。从此之后，你就开始有了那种惧高症，恐惧症，害怕黑暗，害怕特殊的声音，害怕讲鬼故事，甚至害怕特殊的声音，就是怕很多过去从来没怕过的东西。为什么呢？是你里面那个，如果像电脑的话，你里面那个软体已经受伤了，该换了。但是电脑的软体可以换，你的脑怎么换呢？都换了不就成别人了吗？对不对？何况别人脑也换不到我们的脑里去，所以已经就受伤了。这种很难医疗的。所以原来年轻的时候精明伶俐的人，失恋一次，免疫力差的人，以后好像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神也发呆，身体开始越来越臃肿，反应的敏感力越来越迟缓。20岁像60岁的，有没有在座这样的人呢？谁说的？不准乱说哈！但是真的是有，它不是一股气，而是伤害，是里面给伤到了，特别难修复，尤其是脑里面的伤害。你说胃长个瘤可以切了，可以通过一些营养药把它弄好的，这个脑不容易修复，修复的不是就不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不是一种意念气息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脑受伤。大家记住这一点。所以让它恢复，甚至吃药都没有用。那对我的经验来说，借助于佛法。我不是一个佛教狂，说我要说佛教好就好的不得了，什么事都可以，我不是这样。因为我从小是多病缠身了，从小就在体验着各种的苦和修行的方法。其实说运动的，从打球、跑步、蹬单车打拳都练过，但是最好最有效的对我的康复，就是佛法之中的看似越简单的那个方法，反而是越有效。这个很奇怪。你说你去健身房练一练，肌肉强健了，这个是真的，出一身汗，今天还算很精神。但是对身体的康复有多少呢？我觉得就不如修禅那样好。你慢慢就体会到了。就在人类的世界这个疾病的痛苦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通常贫穷有时候经过努力还可以改变，这个有些疾病是不容易改变的，有些疾病就是相伴就是一生。所以佛说生老病死人类最重要的、最痛苦的、最难度过的苦最终的死亡，这个谁都没法避免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但是并且还活着，这个就是很麻烦，让你活着受苦。所以病小一点呢，病痛小一点的话，就算大家能够还要快乐的生活才行用喜悦的心去面对这种病苦我们贫穷的话呢我们可以励志可以做更好的工作或者做更好的计划也许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这个贫穷的状况但是还有一些疾病是通过一些修行的方法确实能得到改变。因为我从小就得病，但是我是因祸得福所以我就特别理解得病的那种苦那种痛苦感因此我总结的就是4个字：真正的在这个疾病的痛苦中生活的人，就有如叫度日如年。如果没有病痛，又没有经济上的这种窘迫压力，就会觉得哇，每天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在座的很多人就感觉到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那么说明什么呢？你的经济上的压力不太大，第二个，你的疾病还不太苦，所以觉得时间好快。当你真正特别贫穷和特别的受到折磨那种痛苦的时候，每一天都是好难熬到夜晚，又怕见到夜晚。到了夜晚之后，那么多的恐惧、黑暗带给你的心理的压力，又会很痛苦所以真是不容易。所以呢，也激起我说传授这些方法，给这些有缘人能够得到这个方法的人，正在尤其是受到这种痛苦困扰的人，所以才一路这样走来，已经20多年了，在传授这个方法。所以在一般的佛教徒之中，你看到好多的仪轨呀、仪式啊、坐禅啊、念佛呀、礼拜呀、供养啊等等，这些说是只是一个仪轨，是一种精神中的一个信仰而已。那对我来说，我就在这个看似这样一个大的一种精神信仰的状态下，去寻找从他们手缝里露出来的那些小珠宝。等我捡起来之后，体验哇，真的很甘甜，真的很有用途啊。有多少女性想让自己的肚子平整一点的？好多人总是为肚子上鼓起个包来生气，对不对？第一又贪吃，第二还懒惰，实在不行说到韩国到哪里，哪怕把那个脂肪给拽出来，也没有运动或者找不到很好的方法，甚至吃减肥药吃到中毒到死亡，就是懒惰。有多少人想让自己的肚子更美观一点？请举举手，不要不好意思哈。好，现在举手的呢，才可能得到真传哈。好，那有多少男人想让自己的小肚子不像个蒙古包一样？会不会更有点男性的魅力啊？对不对？还有。女士们，生过宝宝之后，你的肚子有什么变化吧？如果生过宝宝的肚子，第一个肚子下坠，会不会？生过宝宝的肚子下坠。第二个，你的肚子像气泡一样，就是再没有任何肌肉可谈了，全是脂肪，而是气泡是脂肪，美观不了我就不细分析了。想让你的肚子找回美丽，还有自信，更重要的是健康。她这种肚子，如果尤其是生过宝宝的女人，让你的肚子要想变成美丽，就一定是健康的美丽。那么开始见效期是100个小时，够久吧？而且不会累，每天不能低于45分钟。你修这一个方法，哪怕你身体很弱，你真想让它有效果的话，不能少于45分钟。请你记住最好要做到1天1个小时。如果身体极弱的人，可以分3次做完，不是早中晚，不是这个3次，也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做完这将近1个小时，才会有效。那么这样每天差不多不间断，100天之后，你的肚子，我觉得最好你自己对比一下。之前让你的家人能看你的肚子的人提前拍照、摄影、录像，最好微摄影，好吧，把你的肚子上的气泡都照下来。那么100天之后你再看，发现那些气泡都没有了。
你收藏瓷器的多长几个气泡，瓷器还是老旧的，还能值钱。你说你肚子多长几个气泡，就贬值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自信了，因为没有健康的那种幸福感。对，好多方面的，包括内分泌的调整，特别好。我给你带来的这个受益，不仅仅是美观，最重要的是健康。所以这种修行方法是既得到了健康，而且还有美观了，它是好在这个地方。那么对哪些东西有效呢？除了小肚子平等，我们再分析就是减肥。想减肥的请举手。我思考5分钟，决定告不告诉你。好。我从小就上当多啊，经不起人家一个笑脸啊，一个哪怕是假装的，你就试一试，都不用笔记，脑子就记下来了。我的东西，我的方法和我人一样，都特别简单，因为复杂的我也记不住。每天早晨起来喝1杯，这1杯不要太小哦，像我们普通的矿泉水瓶子就是大约半瓶矿泉水。半瓶矿泉水，如果你的身材高度在1.6米或以上者，像我这个高度，也是1杯水够了。这1杯什么样的水呢？就是普通的食用水、矿泉水还有一个，如果是便秘严重者，请在水中放一点点，不要感觉到咸的食用盐。就是在什么时候放这个水呢？就是在你临睡觉之前。我们作为中国人呢，通常习惯于最好不喝生水，对不对？喝那个白开水，凉白开水，就是我头一天我煮好的水，我晚上放到这里，所以趁它有温度的时候放盐最容易融化，对不对？好，这1杯水放在这儿，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去上厕所，先把这杯水喝下去，像印牛一样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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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说话把它喝完的。喝完了之后可以说话，可以上厕所，干什么事都行如果喝完水，在第2件事情，如果再能够做这个大礼拜的话，你的肥胖100天以后，如果你的身高是1.6米的话，就是160公分的话，100天以后，你最少你的减肥都是5公斤，这是最少的减肥数字。但是你要尝试而且没有副作用。那还有人就说了，那我的肠胃不能喝这种自然温度的水，我要温水，有没有作用呢？一样的作用。如果你的胃口没有大毛病，你的身体没有一种特殊的需求，喝温水同样的作用，但就是早晨的时候。千万记住这个时间，1杯水。便秘严重者放一点点食用盐，那么便秘不严重者就不用放盐。你不要说今天回去就试了之后10个小时之内不去大便，你就觉得开始怀疑，任何东西它都有一个作用期。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好用呢？大约10天以后。10天以后就会变成每天最少1次去厕所大便，最少1次。请记住我的话。那么第2个，容易让你的吃的食物排不出来，才会发胖或者变成癌症嘛。那么第2个原因，这个东西我们把这个源头要制止，就是停止这个源头，就是那种不知是美国还是日本烤的那种
面食一咬很脆，又很香甜的那个东西，它是用火烤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很强的火的能量。那么通常容易便秘的人是在你的大肠里面，是它自然的分泌的液体不够才造成的卡在肠子里出不来。所以你吃了这种烤的食物，包括炸鸡腿一样的，现在说流行韩国的什么炸鸡和啤酒，这两个碰在一起就死定了，那个风湿痛就会产生了啊。所以这个油炸的食物不是不能吃，一定要少吃少用。老外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用了很多的黄油为了润滑，第二个喝了很多冰水，第三个他不怕冷，因为喝了很多酒，那个酒就已经把水或者是冰块之中的那个寒气给抵消了。华人喝酒少，尤其女士很多根本滴酒不沾，所以你不会用，这不能那么吃的。所以按照华人的方法，现在回到我这儿来，你的温水可以用温水是可以的，同样有效。就是喝水也要会喝，说好吧，我这一杯水我这一天把它喝完无效，是一口气喝完，而且是早晨才有效。再配合上大礼拜，这两个东西配合起来之后，100天，如果你是个自己认为是胖人，旁边人看到也认为你是胖人，如果减不了肥的话，不用打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要减的。有没有人想试一试啊？不是为了减肥而减肥，我们为了健康，一切为了健康。所以佛法带给你的首先是让离苦的部分我们有病就会苦啊，那么心情不好的人为什么发胖呢？不动了，有很多人趴在家里不动了，不出门了，还有乱吃，对不对？所以很多失业和失恋的人，尤其是失恋的女人，特别没出息，要么就傻吃，非要把自己变成猪，你更得失恋了，下次连失恋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又没有恋爱的机会了。所以失恋之后要把自己打扮漂亮点，才可能再一次失恋，好吧？通常我是建议大家在26岁以前至少失恋3次，保证你将来婚姻幸福。你知道怎么经营婚姻了，对不对？这事我说过了啊，这不是我管的。所以像包括那种一般中老年之后的那种3高啊、4高的，血压高、血脂高等等的这些东西，通过这个大礼拜能解决很多很多。这个很好玩，那也就是按照还有一个就有一个神秘的经验呢。如果你信佛的，最好你在做礼拜的时候对着佛像、菩萨像，信密宗的还可以对着上师像，信其他宗教的可以对着你的神像，没有信仰的对着树林也可以，好吧？你说土地爷收下就好了，也是可以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怕有一种现象，叫做一些鬼神来接受这份一种恭敬的那种能量，这会对你的健康不利，我是多废话一点点，要不然你自己怎么神经会出问题，你自己不知道，是你礼拜自己迎来的。所以你面前供的是正神、正佛，你才得到的是正气、正能量，正意念，我们才会得到那种健康和快乐，或者是得到智慧，所以最好有这种恭敬的偶像在前面，哪怕就一张画像也可以，唐卡也可以，立体的像也可以，要这样要心怀恭敬之心再来做，穿上这个轻松的衣服，因为这个1个小时下来最好的效果是叫做大汗淋漓，能身上出汗，不值得骄傲。我觉得能让我觉得开心一点的是，你的头上的汗把地板都磕湿了，这个才是最有效果的。你的听觉不好吗？你的有心脏病、高血压吗？鼻炎吗？去做大礼拜，磕一磕，100天以后告诉我你这些病已经没有了。有些再说一个好处，
年轻读书的小孩子有没有？今天有来的吗？正在读书的？也有哈。但每一家都有读书的吧？你的小孩子想开发智力吗？想不想让自己变得聪明智慧啊？佛前礼拜，最少30分钟每一天，你会发现哈，你会如果也是100天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智力和过去会有一点点差别。很聪明的人就不明显，因为本来就很聪明哈，尤其是反应稍稍迟钝一点的，和我小时候差不多的那种孩子，那礼拜100天之后，明显的反应就会很机灵，啊，很聪明，啊，甚至是还有灵感。我小时候在西藏的时候，就是在拉萨，很多人去过拉萨哈，在拉萨那个大昭寺外面有一个叫巴郎街，也叫八角街，我就把它叫八角街。那里不是很多卖旅游商品的吗？就在那条街上，有一个外国的，他那个样子有点像巴基斯坦啊那个样子，皮肤黑黑的，眼睛大大的，哎，那个人他又不会说中文，藏文也会说一点点而已，哎，他每天就围着那个街磕头，啊，从我认识的时候，他头上这一个大包，一个包，就像贴上一个假的面具一样，在这个额头这里，哎，那么好几年之后，他年年都是这样子，啊，这个人的那个能量、那种智慧，如果你身体是敏感的人，就能感觉到，就好像像怎么说呢？像一个很强的一个磁场，我的感受就很强，啊，那有一次一个老人家。他那孩子病的发烧好几天睁不开眼睛，就到那里到处找僧人去给他摩顶加持。好多人说：“哎呀，真的我不行，我加持他也没有用的。”哎，他找到我，我说：“你找那个人去。”哎，我说那个人很厉害，他找他语言又不通，说我不会治病，我就告诉他你应该用哪个方法，啊，你手给他挥一挥，你想他病好了，哎。所以这个整天在这个大礼拜的这个人，就按照我说的方法这样挥一挥，说病好了，挥一挥，大概没有5分钟，那个小孩子就睁开眼睛，就开始叫妈妈，要吃东西，所以非常神奇。所以这个礼拜的作用啊，真是很大。有心的人，你就修，一定有好处。所以我给你们讲一下呢，就是在好多年前了，几十年前了，在我应该是16岁以前的时候，在我16岁以前，我现在今年有50几了，我50出头吧，我算不清，我是1964年出生的，啊，那这个我在我10几岁的时候。我的一个小朋友的父亲，小朋友的父亲呢，他是当地的一个小政府的官员。这个人从小是个书呆子，就是任何健身体育的东西都没有做过。可是他得了这个胃癌的晚期，医生给他的胃基本上都切除了，胃切掉了，那个脸色很难看，甚至是有些扩散。所以医生呢，给这位我的小朋友呢，给这个病者的儿子就讲，好好对你父亲，父亲意思在人间也不长久了。他做了手术，其实他已经有扩散了，啊，所以也就是说，在大陆所讲的就是，他想吃的给他吃，想穿的给他穿，想玩的给他玩，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儿子心情很沉重，也是鬼使神差，没有医药可以解决父亲接下来的康复问题。我是偷偷的修炼，这个我和他的儿子往来，他对我没有更多的了解，我更多的时间是离开这个家，
还有半夜去修炼，他不知道，这就是一种感应。他就找我，就跟我说了父亲的情况，啊，那说我都没教过人啊，我年龄那么小，我自己都要康复，那我不管。第二天一早，弄一个自行车把父亲给推来。父亲坐他的自行车呀，都累得大汗淋漓，就是已经累坏了，因为手术过后，那个脸真的如黄标纸，好难看。他整个那个肉啊，过去胖，肉都松的那样耷拉着，就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就这样，因为这个小朋友的原因呢，我就好吧，那你就我教你，你就好好给我练啊。我就教他，因为他没学过动作，而且又做过手术，有个大刀口，他动作就做不规范，特别难看。但是这个人呢，为了活命还是很难坚持。那我教他了将近有1个月，就是每天围着一棵树来走。师父教我的是树长人也长，这个人病树帮忙。你和树在走的时候，其实这个植物它会把你的病给你排出去吸过去，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疾病让树也得病了吗？不是，到了树那里就是肥料，它和你的能量进行交换，是这样。他走的也很难看，我觉得这个学生我估计也没什么出头之日了。可是我接下来的行程我还要离开这里，所以1个月以后我就离开了。事隔10年之后，我20多岁，有一次在路上我见到他，回到那个城市，见面的情景我就不讲了，也就是他康复到了我今天认不出他来，留着一把黑胡子，本来是一个干部，不会留胡子的，现在是侠客，也是一位大师，他就让我看看他现在练得怎么样，走，跟我走，去了一个公园，有一群人呢，一大群人都在围着树在走八卦。他说这都是我的徒弟哇，这你的徒弟啊？你又拜什么其他的高师了没有？我就跟你学了呀。我想你都学歪了，你还又带一群徒弟。我看他走的动作还是那么难看，可是我能感觉到那种能量，那种功力他还给我表演去打树碗口粗的树，一打那个树枝剧烈的摇晃，真是有力量啊。他就说不得病的我都不要，都是得病医院治不了的，都跟他在那走那个八卦内功他就让那些人正在走八卦这些人给我介绍，那些人不知道我是谁呀，他们年龄都比我大，我才20多岁，还以为是一个小伙子想来学一学呢，就给我介绍，来吧，来修吧，这个方法特别好我是心脏病我好了，我是高血压好了，给我介绍。因为我这个徒弟跟我有缘在先，他说见了我的徒弟不准承认你是我的师傅，因为我比他年轻很多，我和他儿子一样大，是这样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还隐藏着这么一个徒弟，有这么一个老徒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世。所以呢，在我的师傅给我教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这个东西是用于医疗的话，他说对于癌症的康复和抑制，就是控制癌症的爆发是非常有作用。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结论的来源是什么是师傅这样告诉我的。所以我最早无意中教的这个人，他又教了很多人，所以到后来我又教人，从中国到国外一直在教人这个方法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康复是有很多好处。就是这个动作很简单，这样围着一棵树在走，通常在自己家的那个客厅放一棵就是木头类的那个植物，就这样走也可以。但是最佳的效果呢，在户外，只要不打雷就没有危险要下雨一样走，
下雪也可以走。在台湾没有雪下，是可以的，在户外是最好，风雨无阻，才会获得更多的自然的能量的一种支持，就是日月之精华，才能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举右手这样往右侧走8圈，再之后呢就返回来左侧再走8圈，就是这样来回走，它是一种感应天地能量的一个方法。有多少年轻的女人结婚之后想要宝宝，可是没办法怀孕？请来体验一下这个方法。好多人不能怀孕，当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能量已经匮乏掉，不能怀孕。第二个，从中医来说叫宫寒。宫寒的人的表现很简单，彼此测试一下，你的手摸到对方的手，对方感觉你的手如果很冰的话，没有热的温度的话，很难怀孕。一个女人手如果冰还能怀孕，简直是奇迹。手掌心冰寒的，通常小肚子一定是寒，而且每个月都会肚子痛的难过极了。宫寒的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能量不足。那怎么样足呢？不用吃补药，就是走八卦。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是有口诀的，表面上看起来好简单，实际上在走的时候有很多口诀，那个气那个能量会聚在下腹部，我们叫下丹田，要走。对，脚趾呢是有点抓地。对，所以走一走之后，那最多100天，也就是最多100个小时以后，手开始变暖。那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天生我就手都是冰的，没有用，一定会变暖。变暖的好处是能量足。能量足不光是为了生宝宝多少神经衰弱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底气、没有元气而神经衰弱。所以我该思考能思考，该睡眠能睡眠。当你头脑上没有能量的时候，该思考想不出主意来，该睡觉的时候睡不了觉。一晚上睡不了觉，持续1个月的人，你没有变疯掉已经很好了，很危险的事情啊。晚上睡不好觉的人能变美吗？一定是会变丑的。就是走这个方法，很简单，还是一天只有1个小时就够了。在哪里走啊？去菩提禅堂，去联络，就很简单。因为得病就是很痛苦，那你能健康快乐，我觉得我今天就没有虚度过去，就很安慰所以很有效的方法呢，你很简单就得到它了。希望你能够珍惜，希望你能够有缘分来学。好，我希望今天出现一些奇迹其实奇迹就从我到这个场上就开始在产生着，只是在我们的讲学活动之中，对我来讲这都不叫奇迹了，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然后每一个有这样的机缘见面的人你的身体问题至少有一项会好转，或者是全好。有头痛失眠什么3叉神经痛或头部不舒服因为很多疾病每个人都不一样有这种问题的人请举手。你们怎么活的？这多一半人举手我还给你做个实验，就是今天如果说你的亲人今天没有在这个现场，你知道他身体有哪个问题，尤其是疼痛性的问题，很容易回去见证。那你想到他之后就好了，想一下就可以了。希望他也能够受益于这种法力和能量。尤其是在场的人，
尤其是正在痛的人，那个效果最明显。我会让有一部分人当场不痛了，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啊。大家一看这是什么？那我就用它，这是一种方术，也叫法术，我就用它给大家加持调理一下头部的健康问题。像比较明显的是，有些人当场就不痛了。现在正在痛的请举手，正在不舒服的头。好，一会儿我们试一试看。我现在用这个刀啊挖这个苹果，你无论是在看还是闭着眼睛都可以，我就把你的痛苦挖出来了。
大家做一下深呼吸，把身体里憋的气，这样做呼吸的时候，刻意的排出来。再来一次。好，拍拍头。跟我学哈。啊，不够用力哈，再来一次。刚才给100分哈，再来一次。好，站起来，伸一伸腰，站起来，举举手，伸伸腰。你试一试摇头晃脑，看感觉刚才在痛，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那个痛已经没有了。好，大家请坐吧。刚才头痛的人，现在不痛了，请站起来。把手举一举，就是你刚才痛，现在不痛了，举举手，挥挥手，要不然人多看不清楚，老花眼。那是不是该给我鼓鼓掌？好，现场的不痛，有人还会想，哎，这是个精神作用，我要的还不是现在的现场，我要的是以后也不痛了。我要的是你以后也不痛了。所以现在我再给你加强一点，有些人睡不好觉，依靠吃药才能睡着觉的人，试一试，今天晚上也许不需要吃药就能够睡得很好。有些问题可能就很有作用了你的恢复健康。
自己拍拍胸口。再拍拍头。模仿我咳嗽一声。再来。就这样，不仅仅是头痛的问题，有的是其他痛啊，胸口痛啊，颈椎痛啊，或者腰痛都可能没有了。你感觉一下。我的目的是对你有更加长久的作用，这个作用我不希望仅仅看到临时，那么1-2年以后你见了我之后，你说我上一次听这一次会之后，我头痛现在一直没有痛了，过去一直在吃药，我的腰痛好了。这腰痛病的人有多少呢？但是医疗上有很多还是没有办法，它不要命，但是真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可能在这一次，也许就真的好了。所以我盼望呢，失眠的人今天晚上开始不用吃药能睡好觉，尤其是头痛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好起来。今天有兴致，这2天在我做工的时候，那个进入的那个状态，进入那个世界特别美妙。就是佛陀在提醒我，那么有很多人的病呢，可能不像我们想那么简单，还神秘，还有很多是很有缘分，既然来了就是有缘呢。像有的过去有些疾病怎么讲，在中医里叫癔症，有些被一些灵魂困扰，或有些被这个过去的祖宗当中的一种困扰或者是纠缠，还有的是和过去其他人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一直想把控你，还有的是就和我有缘分，那我用一种法术把你拉过来。在佛教密法之中，有一种能够穿越肉体，穿越灵魂，穿越3界6道。那么对这样的人，对前面我说到的有一些疾病，包括还有一些不是这个疾病的人，有一种特别缘分的人，我给他拉过来，那你自己就能感觉到他被拉住了，被拉着过来。你不要死死的扛着我就不去，这样会之后很不舒服，你心里像堵了个石头一样，会不舒服。上来之后我帮你消掉这些业障，不一定完全都消掉，我尽量帮你。那么有缘分没有这个问题的人，给拉过来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也会帮你，能够消灾吉祥，能够得更多的幸福自在长寿所以在我修法之中，就得到了其中1-2种类似是叫做拘魂术，
残忍的叫断魂术，我们不会去那样做。拘魂就是将你的灵魂将它接引过来。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呢，就可以自动的往我这里跑，啊。所以这个时候不要障碍自己。大家相信我，我是学佛的，法没有修好，但是慈悲心是绝对的，是在帮人。啊，希望能够有这个机缘，被我的法术能量给拉住的人，帮你消掉这些苦和业，消掉这些缠绕你的这些因缘的灵魂，把它们从你身上消掉，啊，我就会请佛菩萨将他们接引走，啊，不要再骚扰你，啊。那么被这种捆绑的人呢，被这种灵魂所困扰的人，事业、身体都不顺利，啊，因为你身上那个阴性的能量太强了，啊。众天神听令，将有缘人请上来，上八
不要抵抗，上来，上来，上来。好，大家两手捂住胸口，两手捂住胸口，稍稍用大力喊啊，好吧，预备，开始，哈，再来一次，哈，第三次，哈，好，给上来的有缘同修，我给你们加持的下去。电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索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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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红被
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烂在沙漠，卡迪索。